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宝。上次讲到，在雪士达山经历了我自己的一个跟更高次元去传世8次元的能量接上之后，后来我就回到台湾了。回到台湾之后，我的第一个工作其实就是在10月10号国庆日当天中午跟版主若文煌的一个直播。其实我非常敬仰若文煌，他算是一个身心灵工作者的一个大前辈了。在我开始接触传讯通灵之前，我就有在关注他，然后他的著作我也买了很多本，然后讲很多很落地的灵性的资讯跟怎么样去应用。因为他最近刚好在台湾出书，所以呢，在出版社的邀请，也在我们彼此的粉丝的媒合之下，所以我们10月10号就一起做了一个公开的直播。结果就在直播之后，他突然间一个转身，然后就跟我说：“大宝啊，跟我介绍一下芬多奇吧。”然后我就想，坦白说，他也说他其实没有非常认识芬多奇，因为他并没有常看我的频道。可是他觉得从他的眼中来看，芬多奇就像是一个屁孩，就是跟我本人比起来是一个没有那么成熟的存在。他很有趣，可是他好像无法代表我。所以，如果我传讯只能用他的身份，或是用他的频率去传讯的话，反而是对我来说是个限制。他在讲的是这件事情。我觉得芬多奇对我来说，他的存在性是因为他有一种，他不受到大家世俗的那种道德的框限。他常常会跟我讨论一些问题，就例如说，我不知道婚姻给你们的快乐是什么，这是一个捆绑，或者是说为什么要去追求这些宇宙不需要的名啊、利啊什么的。对，他比较在意的都一直是在于就是怎么样能够勇敢的去活出自己想要去体验的人生。Right， 你的 source 是应该是比较 mature 的人，那我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他透过你的滤镜会出来变成一个小屁孩。我觉得可能是我内在对于某一种权威所投射的恐惧。我不想要那么宏大、那么 master、那么 guru、那么 serious 的一个形象。我还在想这两件事情是可以并存的。例如说，他们是不是就像两个不同面向的我这种感觉？例如说，我什么时候连接哪一个而已。That's interesting。你叫芬多奇上来 ，No problem。I'm trying to help you. I'm not trying to provoke you. I know。因为我从美国回来以后，我一直有感受到那个更大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让它通过我，没有办法通过，因为你已经被芬多奇定型了，所以我其实是现在要去放下这个形象，对不对？You are block。现在的芬多奇就像我咨询20年的身份一样，是。You know I'm not going to stuck this forever。但是我要怎么 move on？芬多奇可能会对不知道的人觉得很好奇。It's cute, it's different， 跟我们认识通灵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是以 long run 来讲的话 ，you cannot spray greater message。就像我一样，我有很多的亚洲的粉丝，我也很感谢他们的存在。但是我这1-2年一直在 focus， 我要如何让它变成 global。台湾有的问题不是只有台湾有，是全世界都有。我如果用台湾的方法去经营的话，我没有办法 reach 到我国外的 audience。是。那我要如何做？你也是，因为你所接收到的讯息，你已经到了饱和了，对，所以你想要突破，但是如果芬多奇一直绑着你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突破的。我们的身份就是一个滤镜，是什么样讯息进来，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滤镜把它传递出来。那为什么会有芬多奇这一个人的人设存在？它来自于你的内外差的反差太大，你的外在想要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你的内在想要 I don't give a shit about everything。因为什么人可以不负责任？小朋友。所以当这个讯息到你身上的时候，它才会被芬多奇给传递出来。也就是说，如果我开始去克服我不想负责的这件事情，我就会变成另外一个状态。Your voice will change, your behavior will change。我如果今天红色滤镜换成蓝色滤镜之后，同样的讯息出来，它就会是蓝色的，而不会是红色的。那现在因为你的内外反差太大的原因，导致于进来的讯息，你外面又不想承认我是负责任的，我是对自己 responsible， 里面就是 I don't give a shit。不对啊，我还是要让你上升啊，你上升，然后我 tell you how to do it。哇，
我现在反而会害怕让这个东西出来。Yeah, I get it. It's Yeah. okay. No, it's okay. You're good. No, I'm hesitating. It's okay. You're all good. I don't bite 为什么会这么害怕？ because it's time to go. How are you feeling? Release. Yeah. Yes. 他走路就表示你是一个不好的通灵者，这是两件事情。我知道。但是我要说的是 ，it doesn't serve you, Not anymore. not anymore. 因为大宝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但大宝有时候想要任性一点，大宝有时候想要 not give a shit Yeah. a little bit. 所以 you live flat. 我在乎那些收到讯息的人。对，你也很在乎，想要把自己做到最好。是。所以你的 message 是不是随便编一编，只是为了捧红你的流量？其实也不是。我不在意，其实。It's great source. What kind of source you're seeing? Well, you got three. You sometimes channel astral space, 所以地球以外地方。You sometimes connect with the planet. 所以你有时候到一些比较自然的地方，你可能觉得好像 back home, relax. 对，自然的。所以这是部分的 message 是来自于这边的，然后部分的 connection with people。所以对我来讲，明明可以大口喝可乐的，为什么要带着吸管喝？Right. 你的讯息是非常的 ，you know, it's everywhere. 可以很大的。我觉得大宝是一个很好的人。好 ，Right. 好 You can be you. Sometimes I get it, sometimes I don't. Sometimes I channel, sometimes I don't. Sometimes I care, sometimes I don't. That's okay. Right? Yeah. 不对，大师通一下，大师通一下，快点。还要再通啊？不是都已经让他走了吗？如果没有任何角色扮演的话，给我一个数字，你的数字是什么76。Now you have to feel it. Everything come in different wave. Now 76，它会给你一个 shape， 然后现在你要让的 shape form. It will form triangle, oval. 所以要把它变成一个有形的。No. You feel it. You simply feel it. Why 76? I like it. You feel happy. You feel sad. Everything you give out come with a vibration. Even the number come with a vibration. 像是一个76面体吧。Yeah. 它给我一种很沉着、很稳重的感觉，而且很完整。Yeah. 可是它不是一个只有圆滑没有力量的面体。Yes. 它是有棱角，然后有力度的。Yeah. 因为它那么多面向，所以它其实远远的看它就像一颗球一样。对，但是它其实是有力道的。OK， 所以记得你刚刚感受到这东西是 you。你 give out the message， 分多期不用出来跟我讲话，大宝跟我说话。是 ，right？ 是。That can be who you are. It's pretty mature, pretty calming, so everything you say would make sense. But if you're channeling, that can be you. 就像你刚刚说的，你想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但是同时又是圆滑的人。那由于它是顺流的关系，在 vibrate 上面，它即便遇到 attack， 但是它是 smooth out。That's what your source try to tell you. From my point of view, 我觉得大宝 is better channeler than 芬多奇。Because I think one day when you find that balance point, you will know how to say things that touch people's heart. Because that's what you do. You care too much. I love people. Yeah, so you don't have to act to touch people's heart. 荧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芬多奇有传到你们消息的话，那你们更期待大跑可以为你们传递的消息，所以才不会每次看到芬多奇的时候，拳头都快硬起来了。你真的，原来你有这种感觉啊！谢谢你跟我说，谢谢你跟我说。就是对于那种未知的，然后更打开自己的那种恐惧，就是又再一次的出现这样子。可是我同时又知道，它不是在
嘲笑或是鄙视我或芬多奇，不是，他只是在告诉我我也知道的一个现况而已。我明明拥有更宽广的管道，可以去接收很多不同频率的讯息，可是如果当我只限缩在芬多奇的时候，我就是限制了我自己，也限制了我认识这整个宇宙的视角。我能够接讯的来源是可以有很多的参与者，而他会变成其中一个。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引路人，确实是因为他才让我感觉到，作为一个传讯者，不需要像过去我们传统宗教当中的那么的苦情，或是那么的责任重大，带有天命或者是什么的，它不是那么严肃或那么沉重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芬多奇他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概念，使得我更愿意去接触，或是更愿意去接受自己是有传讯能力的。他是第一步，他不会不见，他持续的陪伴着我。我需要他的时候，他一定都在。所以现在来到了这一个点，我发现自己确实需要再更打开一点，因为我也知道我已经有能力可以打开，只是我有没有意愿跟有没有胆量去做这件事情而已。我能不能够放松的打开我自己，去接受接下来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当我自己准备好，我可以把自己内在变成一个舒适的状态的时候，我才有多余的能力去分享。所以我们才会决定在11月的时候，大家一起休息跟沉淀，然后好好的准备自己，再决定用什么样的姿态再一次出发。11月的时候，也许有很多的粉丝会问我们，接下来会不会有芬多奇？接下来会怎么做？要我们给一个交代。在录影的当下，今天是11月2号，我不知道答案，但我知道我还在做。我也很希望可以很快，但其实我也越希望快就越快不了。我觉得经营频道到现在1年半来，发现其实停下来是很需要勇气的，尤其有这么多人在支持我们。不管是你们用你们的时间，或者是用你们的金钱在支持我们、赞助我们，也是因为有我们的会员，所以我才有经费可以去雪士达拍这一些东西回来跟大家分享，然后我才会有这样的经历以及有这样的转变。可是在这个时刻决定要沉淀、停下来，然后减少工作的产量，好好的休息，真的很不容易。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开始好像很难，但是停下来其实也很难呢。但无论如何，因为有伙伴，有凤凰，有栗子，现在就在镜头的后面，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决定一起做这个事情。接下来会往哪里走，我不知道。我写完了一本书，我去往了一趟雪士达，然后芬多奇可能要从主角退为角色之一，他不再是唯一的主角了。我会变成怎么样？我不知道。就像我书里面写的，就是每一个旅程的终点总是又开启下一个起点。我现在就知道我们在这个新的起点，我很期待接下来的起点我们会再碰面。我们到时候见。